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现在的保护板均衡电路或者是电压检测电路，一般都用单片机来检测。单片机呢，只需要控制几块 74HC595，就能够控制任意的场管开启与截止，从而把输入电压送到单片机的 ADC 引脚上进行检测。也就是说，通过我们单片机输出串行信号，加到它的14角数据输入端，再输出一个时钟信号，加到它的时钟引脚11角上，这样呢就能够把我们的数据输入到一位寄存器内，然后呢再通过它的锁存器控制引脚12角给它一个上升沿，这样就可以在 Q0 到 Q7 输出引脚上得到我们想要的电平。它的 Q0 端是15角，其余的就好记了，就是从1角到7角是 Q1 到 Q7。 它的9角呢是数据溢出端，也就是说当7角的数据被顶出去以后呢，就会从9角输出。因为9角呢是一个级联引脚，所以呢我们看这3片 74HC595 呢，它是14角输入，从第一块芯片的14角输入接在单片机的数据引脚上，然后呢它实现了级联，也就是说从每个芯片的9角输出接下一个芯片的14角，这个也是9角输出接下一个芯片的14角，这样就实现了级联。另外呢，它的10角是 MR， 也就是说复位引脚。当10角为低电位的时候，这时再从12角锁存引脚输入一个上升沿，所有的输出角都为低电平。而13角是 OE 引脚，也就是使能引脚。当13角为高电位的时候，所有的输出引脚都是高阻状态，所以在正常工作的时候，13角接低电平，也就是接 D， 这样它能够正常输出。如果13角接高电平的时候，它就会出现高阻状态。在这块保护板上，13角 OE 引脚直接接 D， 始终是使能状态。单片机通过控制14角数据输入、12角锁存器输出、11角时钟输入和10角 MR， 从而控制它们输出引脚的高低电平，由此驱动我们后边的驱动场管输出相应的高低电平，再去控制功率电路。好，下面我们看一下 74HC595 的详细电路。我们看这个图呢就比较好理解了，它的前面呢是8个 D 类触发器，后边呢是8个锁存器，通过11角输入时钟信号，通过14角输入数据信号。当输入高电平的时候，11角输入一个上升沿，这时一位寄存器的第一个 D 触发器 Q 端输出1，同时将这个1送到第二个 D 触发器的输入端。这时14角数据角如果是低电平，11角再送入一个上升沿脉冲，它的 Q 端将输出0，而我们上一个因为 D 端是1，所以 Q2 端呢就输出一个1，由此就一位一位的把数据移入进来，直到溢出的时候从9角输出，输出到下一个 74HC595 的14角，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级联。当我们的12角输入一个上升沿的时候，这时我们的锁存器就被打开，向后级输出，也就是说串行输入移入完以后呢，再从后边并行输出。由于我们的数据引脚和时钟引脚是可控的，所以我们可以在后端得到我们任意想要的高低电平。这就是一个驱动数码管的电路。这里边我们看这两个芯片呢，14角是单个输入的，然后呢通过9角再输出级联到这个14角，并且它们的供电都接在一起，都是16角。MR 复位引脚接在供电上，这里没有使用，也就是说不用复位。同时呢8角接 D， 13角使能引脚也接 D， 芯片呢始终为开启状态。它的11角时钟引脚是并联的，两个都是接在时钟引脚上。12角锁存器开启引脚也是并联的。上面这个 Q0 到 Q7， 也就是15角到7角接它的断选，而下边这个 Q0 到 Q7 接它的位选。由于我们这两个芯片可以输出任意我们想要的高低电平，就能够相应的点亮
这个数码管的笔画，从而呢得到想要的数字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